就像一本百科全书，读懂它需要有一点天赋。什么该放弃，什么又该追逐，重要是了解谁值得你付出。我们就是轻易被目标麻木，忽略了内心想要的蓝图。相爱和相处都是一种领悟，老虎也有它的温柔之处。所以让谁会抓住幸福充满脚步，驾驶这一路最美的国度，穿越流言才能遇见祝福，时间会把我倾注。所以要学会满足，而不是去羡慕，每份关心都是我的礼物。也许前路有很多未知数，爱会把手牢牢地牵住，爱会让幸福越来越清楚。哎 B， 喂，臭小子，你以为你打了人躲起来就没有事啊？躲起来？我为什么要躲起来？Abigail 在哪里啊？你要见他，可以约个地方啦。好啊，你放地点。亲爱的，我来了。Abigail 呢？ Abigail，人家 Abigail 很忙的，生意一单接一单，哇，停不下来啊。你们到底有没有人性的？他还在生病啊！人性，没有人性我就不会帮 Abigail 传话啦。你为什么要帮他传话？为什么？我是 manager 啊。Abigail 要告诉你，你很拽，让我见你一次，打你一次。想要打架是吗？我第一个先打你。喂，这李小龙嘞？你以为在拍电影啊？来啊！浩莲被人追啊！喂，浩威，你们在哪里？克拉 K 的一个商场。好，我马上报警。你们小心点，保持联络。知道，你们快点来啊！姐，还是我去找他吧，这边很危险啊。浩威，小心点。尽量了。住手！哦，住手！谁啊？你们放了他啦，不要欺负他。我已经报警了，我跟你们讲。哎呦，报警哦！警察你爸爸，等到警察来，你已经躺在下面了。我最讨厌人家用警察来压我们了。我是他的哥哥啊，你们放了他了。哎呦，哥哥啊，很巧嘞，我也是他们的哥哥嘞，还是老大。我今天来啊是报仇的。你的弟弟哇，很厉害啊，差一点打伤我的背。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嘛。有打有还，再打不难啊。我已经打了他1拳，还有9拳，你要帮他吗？来呀，来，看，乖，过来，乖啊，来，走多一步，来，帮他。干嘛？
回去啊！你白痴啊！人家叫你过来就过来，走啊！你shut up啦！哥哥，走了。我是他的哥哥，他是我弟弟啊，我不可以走的。哦，不能走哈，那你就挨拳头吧。 打人可是要坐牢的。薛白玉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打人是要坐牢的，如果严重伤人，可能还要打鞭。你再啰啰嗦嗦，我连你都打。急什么？一个女人而已，怕什么？哎呀，那我告诉你啊，我最讨厌整天嘴巴多多的女人了。再不走，真的是我一刀捅死你！臭女人，去死吧！最讨厌整天把臭女人挂在嘴边的家伙。sorry，老大，救我！断了！快去救他啦！等什么 sorry。等等，你好像很眼熟，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？你 confirm 没有看过我也 confirm 没有看过你。是吗？可是我好像越看越觉得你很面善。我不认识你啦，我不认识你。喂，最好不要乱讲话，给你害死了。走了。5566。Yes man。走了。你没事吧？走开啊，丢脸！薛阿姨，谢谢你，你真的好厉害哦。你没事吧？没有，只是刚刚有点怕，还好你来这次时候，不然一定被他们打死的。走吧。大哥，什么是5566？哎呀，那个就是我在电脑蹲的时候的号码，好死不死叫5566，好咯，全世界都记住我了咯。那个女人到底是谁呀？他是监狱官，我们都叫他老虎。跟你们讲，如果你们这样幸运在里面蹲的话，最好是求神拜佛，不要碰到他。很痒了，妈咪放了药膏还是没用。哎呦，你就忍一忍吧。你以为只有你一个被蚊子咬啊？哈！哇，妈咪你变成 Spotty Dog 了啊！你也是好不好？谁叫你要去公园走？人家虎妈都会去 shopping mall 走。哎，你现在是在责怪我带你去公园被蚊子叮是吗？那你就去认别人做你的妈咪咯，哈 OK 了，不错了啦。哎，姐夫，怎么样啊？警察帮他做了份笔录，然后到医院做了身体检查，医生说他没有什么大碍。哎，小浩莲，你没事吧？哎呦，我听说你被一些流氓追打，吓得我整颗心都差点跳出来了。万一你出了什么事，我怎么向你死去的妈交代啊？站住！你小姨在跟你说话，一声不响就这样走掉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 It's okay, it's okay。她也累了，就让她回房休息吧。你不要帮她说话了，我们全家人都那么担心她，到处去找她。你和玛格丽特还被蚊虫叮到全身都是，她不但不感激、不内疚，还一声对不起、谢谢你都没有。我有叫你找我吗？你说什么？好了啦，老爸，算了啦，不要跟他讲这么多。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子的，永远都不觉得自己错。哥，你知道一向来我都是很 support 你的，可是这一次我真的不得不说，你真的是太过分了，浪费我的时间。好，我知道我被千夫所指，得罪了全家人。你们要我说 sorry 我就说 sorry， 你们要我说 thank you 我就说 thank you， 满意了吧？陈浩莲，我问你，那些流氓真的是因为瞪眼而找你麻烦的吗？
你到底要我说几次啊？哈？就不要说谎了嘛。刚刚我明明听到你们打那些流氓，然后他们追打你，根本就不是因为你们瞪眼的事件，而是因为你们早就结缘了。静静啦，这是软脚蟹，小张那里给我装厉害。你说什么啊？我说你是软脚蟹，被人哄一哄吓一吓，就双腿发软，声音抖得要死。喂，你刚才该不是要跪下来的吧？懒得理你。软脚蟹，真正的软脚蟹是你吧，陈浩莲？Excuse me， 你不要在火上加油了好吗？你要他离家出走啊？哈？以离家出走来宣泄不满，不就是软脚蟹的表现吗？什么烂理论啊？没听过。是吗？那就让我来告诉你吧。离家出走，也许你会觉得很勇敢，但是其实是不负责任的懦弱行为。因为你在这个世界上，并不是独立而活的，你还有关心你、担心你的家人。虽然你口口声声说不需要他们的关心，但是身为你的家人，真的能够置你于不顾吗？你自己也看到了，今晚全家人都出动去找你了。那还不是被你逼的？你真的以为我这么大的威力吗？就拿你大哥来说吧，你以为他是被逼才去阻止那些流氓的吗？他害怕，说话发抖，那是很自然的事，因为对方是流氓，是随时会用拳头揍人，随时会用刀子砍人的流氓。但是他有没有退缩？他没有。他有没有在那些流氓叫他走开的时候，马上转身而走？他没有。相反的，他大声地说：“那是我弟弟，我不能走，我不能走。”哇，浩伟哥哥，你好勇敢呢！还有你大姐跟小妹，都很关心你，守在现场等警察赶到。还有，在夜深人静跑到公园去找你，被蚊虫叮得满身的小姨跟玛格丽特，他们都很勇敢。还有你父亲，担心你去招惹流氓还有后患，才会一再追问你那些流氓的事。可是你是怎么回报你的家人的？你不但不感激，还讥讽、嘲笑，一声谢谢，一声对不起，说得心不甘情不愿的。你真的以为少了这些关心你的家人，你会过得很好吗？算了吧，关心我，你问问他们几个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谁不是你不干涉我，我不干涉你，你过你的生活，我过我的生活的。就因为你的出现，才把这个家搞得一团糟。什么一团糟？要不是雪美阿姨在警察来之前，你早被那些流氓痛打一顿了。你少在他脸上贴金了。即使不是他，你们出现，即使警察不出现，我自己也可以对付那3个流氓的。你真的是那么认为的吗？是。玛格丽特，在。你知道为什么我说你浩林哥哥是个软脚蟹吗？我知道，因为他明明错了还不认错，还装一副丫丫的样子。没错，玛格丽特只不过是个10岁的孩子，都知道这个道理。我就不相信你不知道。全家人都在关心你的安危，但是在你眼中，这些关心似乎不值一提。这样的行为，与其说是自傲，不如说是一种懦弱的表现。Madam Hall， 我告诉你，这里不是监狱，我也不是犯人。如果你想摆个架子，滔滔不绝地教训人，请回到你的监狱去。OK？有道理吗？没有道理吧？哎，不知道。好像有道理，好像又没有道理，到底是有道理还是没有道理啊？慧妍姐姐，你是在跟我说话啊？没有啊。可是房里除了我，没有人了。
我在跟空气说话啦。哈，那还不如跟我说话更好。我说的话太深奥了，小孩子是不会明白的。喂，你不要小看我，我只不过比你小一点点呢。一点点，很多点 OK。那我是说，刚才小哥说的那一番话听起来好像有道理，可是想想好像又没有道理哈。慧英姐姐，浩莲哥哥说很多句话，到底是哪一句话啊？他说，那么多年来，谁不是你不干涉我不干涉你的？你过你的生活，我过我的生活。只有在你这只虎妈出现了过后，才把我们家搞得一团糟。他说的这句话好像有道理，又好像没有道理。贺学美还没出现之前啊，我们4个兄弟姐妹的确是你过你的，我过我的，谁也不理谁。我做过的事你也不知道，你做过的事我也不知道。可是啊，自从他出现过后啊，不管是我的事、大哥的事、大姐的事、小哥的事，都变成是一家人的事啦。结果嘞，就好像今天这样搞到天翻地覆的，好像是有点烦哦。慧妍姐姐，你到底是想说什么？唉，都讲你小孩子了，我说这么深奥事你是不会明白的。我看啊，你自己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怎么会不知道？我只是说大家各顾各的，你不管我，我不管你是 OK 啦。不过大家有事互相照应，那好像也没什么不好的。慧妍姐姐，你很幼稚哎。我幼稚？你不是说过吗？我们是个兄弟姐妹。是有说过啊。就是啊，你都已经说过了，你们是个兄弟姐妹，那你们就是家人啦。当然是一家人啦。既然是一家人，那你有事我来帮，我有事你来帮。但是如果你顾你，我顾我，谁也不管谁，那还算一家人呢。好像有道理哈。小家伙，我承认你是有那么一点厉害了哈。哈，一点啊，很多点 OK。我看你还敢不敢小看我？哼！那好啊，那我再问你，依你的说法，那个虎妈的出现对我们家来说是好的咯？当然好了，最好她快点做你们的妈咪，那我的妈咪就不用做你的妈咪了。哇，这句话有点深哎，我有听没有懂。我告诉你啊，但是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哦。我听见我的妈咪跟你的爹地说，早知道当年嫁给你了。哈，不是吧？姐夫啊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什么？我是问你，你是怎么想的？你是说浩莲说的那些话？你不觉得小浩莲说的很对吗？自从那个女人出现之不要后，被那小子影响了。还有啊，不要把学美说成那个女人，好不好啊？你不觉得小浩莲说的很有道理吗？我并不觉得啊。你以为学美真的很想做这些事情吗？她为了慧妍呢，到学校去见校长，带着大家到处去找浩莲。她也需要付出时间、付出体力、付出精神的。她真的把孩子当作是一家人，真心的希望我跟她的交往能够得到孩子的祝福啊。我倒是觉得啊，她是迫不及待想要成为这个家的女主人。怎么会呢？她根本啊没有把你放在眼里呀，整天只会发号施令，要全家人都听她的。那是因为她有主见。你也知道我这个人的性格向来优柔寡断，遇到问题的时候不是选择解决，而是选择逃避。学美她就不一样了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难得倒她。你就把我当成是个小人吧。我觉得这个女人啊，她有很强的控制欲。什么控制欲啊？她想控制你，控制孩子，就好像控制监狱里面的那些囚犯一样。怪不得啊，每一个人都叫她老虎。她在监狱里面当老虎就算了，来到这个家也要当大家的虎妈，爱怎么样就怎么样，就连留下来过夜也会毫无考虑的留下来过夜。你越扯越远了。哼，我知道你们两个都已经是成年人了，没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。我在 Australia 住了这么多年，有什么事情没见过的？17、18岁的青少年今天认识，明天呢就躲在房间里面过2人世界了。
可是这个房子不一样，除了你们2个，还有5个孩子，其中3个是未成年，包括我的 Margaret。不要跟我说你们连开房的钱也要省下来哦。不跟你说了。我还没有说完呢。好，那我就和你说清楚。学美今晚是睡在慧心的房间，你也知道，慧心这些日子以来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面当宅女，所以学美希望能够让她走出封闭的世界。Really？ 搞不好啊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啊，她会偷偷的跑进你的房间呐。你对学美真的太有成见了。很晚了，去睡觉吧。我今天晚上睡你的房间。啊 ？Margaret，what you doing here？ 你不是在睡觉的吗？我想喝水，现在不喝了。今天晚上你就睡浩莲和浩威的房间吧。你呀，真的是，姐夫，你别怪我破坏你们的好事哦。我刚才说得很清楚了，如果你想要过你们的2人世界的话，请到外头去。还有啊，如果这个女人想要进来这个房子当大家的虎妈的话，除非这4个孩子同意，不然的话，我是不会祝福你们的。你有没有听错啊？我真的没有听错，我真的听见我妈咪跟你爹地说，她会在你爹地的房间里睡觉。你妈咪也太猛了吧？她可能是受了太大的刺激了，她气我爹地不关心她，要 take revenge。慧妍姐姐，我爱我爹地，我不要你的爹地当我的爹地。哎呀，放心啦，我爹地的 taste 没有那么差 ，OK？ 啊？我是说。我爹地一定会拒绝你妈咪的。我妈咪来了，我妈咪来了！哦。怎么打得这么大声？是。去你爹地的房间了啊！爹地怎么会答应的？难道男人真那么经不起诱惑吗？男人真是太可怕了。慧英姐姐，你说这些都没用了啦，你快点想办法啊！不是在想哦。哦，有了！哇，好漂亮啊！你设计的？嘿，我喜欢这个设计。这个设计我也喜欢。还有这个。真的是很漂亮。新加坡不是多了一间设计大学吗？你有没有想过回到学校去？哎，我想买这3个设计的 T 恤，可以吗？少来这一套。啊？我说少来这一套。你以为我说喜欢你的设计是在拍你的马屁，想博取你的好感？如果你这样想的话，就证明你太不了解我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们有的是时间。我这个长假可是要放足1个多月，接下来的日子我们可以多多了解，多多沟通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要买就买，不需要什么了解，不用什么沟通。多少钱？我不负责卖的。那你怎么收到钱？网站扣除部分的收费，把我该得的钱汇我的户口啊。原来如此。不过我年纪大了，不习惯上网买东西。你帮我好吗？这个设计我要2件，一件是给我自己的。我喜欢宽松一点的，就 size L 吧。还有另外一件是给你爸爸的，应该也是 size L 吧。等等，我跟你爸爸这个年纪还穿情侣装，会不会给人笑啊？
肯定会。你也太直接了吧？不过 ，Who cares？ 买。哎，你靠设计 T 恤，一个月能赚多少钱？原来你也一样。一样现实吗？我也不想的啊。可是人总是要吃、要喝、要交房租、要娱乐、要消遣，这些都跟钱摆脱不了关系啊。我看过一份报道说，新加坡人如果要维持基本的衣食住行，每一个月起码要800块钱。对不起，让你失望了。我一个月最多只能赚500块，这个月到现在只赚了75块。哈，这样的收入根本活不下去啊！谁说的？我不是过得好好的。你应该很清楚，你有部分的生活是靠你父亲在维持着的，要不然即使你一天3餐都吃快熟面，也要交房租、水电费。我不需要靠任何人，我一个人也很好。不需要靠任何人？不可能，人都需要互相依靠，没有人是可以永远屹立不倒的。你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需要人家扶你一把，比如说发生意外的时候、病重的时候。所以说，每一个人都需要亲人，需要朋友。我陪我妹妹的2个孩子看过一部电影，有一个人流落到一个荒岛上，这个世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开始的时候他还能够忍受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越来越寂寞，越来越孤单，简直活不下去。直到有一天，他拾到一粒排球，他就在排球上画了一个笑脸，还给他取了个名字，把它当成是荒岛漂流岁月中的唯一一个伙伴，跟他说话，跟他聊天。也因为有这个朋友，他才活得下去。你以为你不需要朋友，不需要亲人，其实刚好相反，每一个人都需要朋友，需要亲人，因为只要是人，都需要交谈、倾诉，还有分享。好了。这么快啊 ？Thank you。好了，我睡了。现在是11点50分，你还有10分钟，请调好明天6点的闹钟。奶奶。还没有找葵呀？喂，你在干什么啊？我是想看你睡了没有吗？你会那么好，又是要来跟我拿钱吧？我要的不多啦。明天再说吧，我很累了。爹地，你为什么睡觉不回房间睡？哦，你小姨她这几晚睡不好，她说你房间的冷气机太吵了，所以我就让我的房间给她睡了。啊？什么声音啊？什么事啊？有鬼！玛格丽特，你看到什么？有鬼！鬼？鬼！玛格丽特，看清楚，是你妈咪。我妈咪，妈咪。
你呀、自己把妈咪当成鬼啦。我妈咪怎么啦？大概是梦游吧。啊，怎么会这样的、啊？可能是压力太大了。原来我以前看到的鬼就是妈咪。出去吧。小林这个人呢，嘴硬心软的，嘴里说着要离婚，还装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，其实他的心里啊是很痛苦的。狼来了。什么狼来了？我听慧妍说，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他闹离婚了。是啊，不是第一次了，所以大家都不以为意。最怕是狼来了喊多了，等真正狼来的时候，反而不知所措，无所适从。你怎么那么说呢？这是玛格丽特留给我的。虎妈阿姨，我爹地今天打电话给我，说他和妈咪离婚后会让我跟着他。Oh no， 爹地这次好像真的要跟妈咪离婚了。虎妈阿姨 ，please help， 我要爹地，也要妈咪，我不要他们离婚。难怪 David 到现在都还没出现。每次他们一闹离婚呢，David 很快就飞过来把他给劝回去的。学妹啊，你这次一定要帮帮小林了。虽然他有时候说话很不中听，可是他的心地是很善良的。我知道，他很照顾你们一家人。是啊，如果他们也把这房子租给我们的话，他每一年还可以赚到几万块的租金呢。问题是，他肯不肯面对错误？有些人永远不会承认自己有错，有些人虽然知道自己有错，却没有勇气承认，或者把犯错的理由归结于别的因素，因为在他们看来，承认错误意味着失去尊严，他们会选择更激烈的言辞或行动来掩饰自己的错误，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。偏偏小林和浩莲都一样，都是你说的这一类人。那就棘手了。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的，因为你是老天爷派来帮助我们这一家的。你今晚是不是吃了太油腻的东西啊？油腔滑调。我没有油腔滑调，我真的是这么想的。我请你喝巧克力奶，哎，我泡的巧克力奶啊，可是很有水准的哦。陈先生，你的话题也转得太快了吧？突然一转就变成巧克力牛奶。这是我为了表示感激，还有收买人心的这种方式。我现在就去泡城市巧克力奶，等我。老虎可是会吃人的，我不是每次提醒你要 play safe 吗？你自己说老虎啊 ，safe 吗？诶 ，boss， 我这一次真的没有去惹他嘞。那这只老虎哪里来的啊？那我问 Abigail 了，他说那个老虎是什么？他爸爸没有，他朋友的爸爸的女朋友。Abigail？ 那只。他最近是不是借一笔钱？啊，就是他了，1万块。可是他每个月都帮我们公司赚几万呢。那就不能放弃。记得啊，小心一点 ，play safe。我知道 ，boss。你吃饱了没有啊？哦，还没有。我约了朋友。啊。OK， boss， then 我先走了。嗯。好。嗯。阿强，阿强，你出来了，为什么没有找我啊？我为了你电话号码一直没有换呢。来，坐。坐。哎，我也是听你妹妹说才知道你出来了啊！不只是当了厨师，还上大学啊！哇，你了不起啊，你厉害！来，我们今晚多喝一点。来。不用了，我等一下还要驾摩托。喝一点没事的啦。哎呦，这么好的朋友出来也没有告诉我啊？为什么没有找我？
找你干什么？再当一次替死鬼啊？你还是在误会我，你还是不相信我也是被陷害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那些禁药。我已经浪费了3年的光阴，我不希望浪费更多的时间在这里听你说废话。我今天来就想跟你说，请你以后不要到我打工的地方来找我。阿强，我去找你是想好好跟你谈。没什么好谈的。你现在在上大学，下课还要去打工赚钱，这样下去很容易两头不着岸的。阿强，你为我挡灾，我很抱歉，所以我一直希望有补偿你的机会。我现在在做一点小生意，你放心，绝对是合法正当的生意。你做什么生意我不感兴趣。好，你要帮我是吗？那我请你以后不要找我。你老爸回家了吗？你应该知道，欠阿龙的钱是跑不掉的。我不管他的死活。那你妹妹呢？你应该知道阿龙追债是没有管那么多的。你妹妹说你现在根本不回家，那就更危险了。剩下她一个女孩子，万一发生什么事情，你过意得去吗？事情不是解决不了的，阿强，你坐下来，我们好好谈一下。小林，早。早。哇，今天的天气太好了。Excuse me，你的屁股可以朝向别的地方吗？哈。哦，sorry。肚腩，到中年肚腩真的是避无可避了。哎，你以为你自己的身材很好啊？哈，像根竹竿一样，还好意思批评别人？哇，小林，你昨晚是不是睡得不好啊？怎么一大清早火气这么大？你都会说一大清早了，那你一大早说我有大肚腩，我的火气能不大吗？哈？你有肚腩吗？还好啦，你看我的肚腩跑出来了。一定是昨晚吃了太油腻的东西，半夜又喝了陈凯泡的巧克力牛奶。唉，馋嘴真的是中年女人的最大敌人。话说回来，我是说我的肚腩，不是说你的。麻烦你以后说话清楚一点，含含糊糊的，难怪人家会误会啦。你不是说要去承运了吗？人还没到齐啊。Oh come on， 我的姐夫工作已经很辛苦了，你还要他陪你去承运呐？慧心，准备好了吗？小慧心，你要陪他去承运啊？你有没有搞错的啊？一大早把他叫起来干什么？难道你不知道他平时是睡得很迟的吗？你为什么要逼一个睡眠不足的人一起去运动呢？这很危险的。小慧心，你说是不是他逼你去承运的？你不用怕，不想去就别去，有小姨在啊，没人能逼你去做一些你不想做的事。反正都已经起来了。哎呦，你看你脸青唇白的，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，万一你运动到一半突然间晕倒该怎么办？哦，小林，放心吧，我们是去承运，不是去参加马拉松。慧心要是觉得不舒服，随时都可以停止的。我就是怕你职业病一发，想停止都停止不了了。职业病？你不是个监狱官吗？平时是什么操练那些囚犯的？慧心又不是我的囚犯，我都说是职业病了。万一你决定把对囚犯的那一套用在我们的小慧心身上，那不就完蛋了吗？我们走吧。
是该走了。Excuse me， 来。慧心，我们先来做热身吧。Hello。错了，暖身运动不是这样子做的。我越想越不放心，所以决定来这里看一下。哦，我不是不放心你，是不放心我大姐的女儿。好啊，大家一起做晨运，热闹一点。好啊，小慧心，过来。那暖身运动呢是很重要的，不能不做，更不能乱做。有很多人呢，就是因为没有暖身，所以运动的时候很容易受伤。所以呢，你要非常的小心。我们呢，运动的时候是要锻炼身体的，不是伤害身体。尤其是一些很不专业的人呢，不知道为什么很喜欢乱教、乱做。如果做运动都需要专业人士来教的话，那很多人都不用自己做晨运了。那你就走运了，因为你有小姨我可是专业的。我以前在中学的时候啊，可是体操校队的队长。哇哦 ，really 哇哦！所以呢，我教你做一些正确的暖身动作 ，OK？ 来，小姨不用了。慧心，我们还是听专业的。Of course。那暖身运动呢，最重要是要活动一下你的关节，从前走脚开始 ，OK？ 从你的脚踝 ，1 2 3这样子，然后呢到你的膝盖这样子，然后到你的髋部、腰部、肩膀、手腕。小姨，那不是要做很久？暖身是不能急的，要慢慢来，不然的话会很容易变成女神卡的。意思是说，全身上下会很容易卡住，知道吗 ？All right, let's do it together, everyone. 1、2、3、4。Excuse me， 你可以 stay focus 一点吗？动作大一点 ，Come on. 1 2 3 4 5 6 7 8 1 2。小姨，能不能小声一点点？很多人都在看。看就看啦，有什么关系的？他们也可以学一下正确的暖身运动是怎么样的哈 ？Come on, everybody, let's do it together. 1 2 3 4 5 6 7 8 1 2 3 Come on to the knees, everyone. 1 2 2 2 3 4 5 6 7 8 to the knees. 1 2 3 4 5 6 7 8 1 2 3 4 5 6。哎，人呢？哦，贺学美，你真的是把我当透明的啊！你真以为你是一只老虎啊 ？OK， 本小姐就给你看我的力。跑啊！没有追上来吧？没有。哇哦，这是最漂亮的陈慧欣。生活就像一本童话传说，都问它是有一点天赋。你们怎么样？好看吗？ Well, I think it's very ugly. 好像你们啦，都几岁了，还像年轻人穿情侣装。对呀，你们还放那么恶心的 design。恶心？喂，心心相印嘞，怎么会恶心？是啊，我觉得慧心的 design 很好看啊。什么？大姐你？我无语。好了，你们慢慢吃吧，我们出去了。哎，北部，你不吃早饭啊？我们到外面去吃好了。拜。